拜登提名了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，这位专业外交选手如果登场，中美两国能不能够以软着陆方式缓和一下对抗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，拜登已经提名了资深外交官，一个有了27年专业外交经验的这么一位伯恩斯要出任美国驻华大使。这位65岁的伯恩斯在美国外交服务是相当长时间了，横跨了4任政府啊，在民主党、共和党面前都还说得上话，都算吃得开。还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，在希腊当过大使，在北约当过美国驻北约大使。目前呢，算是美国国务院的第3号人物，具有非常丰富的职业外交经验。我们派到美国呢是外交部副部长级的人物，而美国派过来呢也是这个国务院3号人物，算是等级对等。很有意思的是呢，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主席埃里克·鲁宾表示，这个性格外向的伯恩斯呢，倒不是一个好先生，是一个性格很强硬的人。有鉴于驻华大使这个职务啊，现在是越来越重要并且艰难，所以很多人觉得伯恩斯这个人立场强硬，但是又善于说话，这个性格是让他得到拜登青睐，让他来中国当大使的原因。这一点呢，跟咱们的崔天凯和秦刚2位大使有一定程度的对应。我们这2位大使也是立场坚定，但是说话比较灵活，能够跟对方进行有效的沟通。对待中国态度方面呢，伯恩斯这个人算是一个典型的拜登派，跟特朗普、蓬佩奥那些个只会怼的那一派人是明显不同。比如说2019年7月的时候，也就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，伯恩斯就公开说过，在一次会议上讲过，没有中美合作就无法解决什么气候变化呀、什么人口贩卖呀、什么跨国贩毒、大流行病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了，不能简单的把中国视为敌人。中国是未来半个世纪中对美国最重要的国家，甚至是未来100年内全球事务都要由中美来主导，这么一个人，并且他坚持认为对话总比打仗强。可能是这些原因吧，就是伯恩斯是最有可能来北京就任的，所以呢，国内媒体很容易的就会把关注点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。我看到有些媒体甚至会写到说，美国人派伯恩斯来中国，说明美国人正在低头认怂。估计呢，有这种看法的人主要出于2个原因。一方面，拜登政府上台以后，虽然是延续了一部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中国进行施压，但是最近中美一系列外交交锋之中啊，美国强调寻求合作的态度反而变得是越来越积极，越来越鲜明。包括前段时间还有传闻说美国财长耶伦要访华，虽然没有证实，并且美国财政部也否认了，但是多少是个风声啊。而且国内呢对耶伦的评价一直也不错，耶伦这个人呢也是一直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税这个事情，并且催着拜登赶紧扭转一下特朗普的错误，改变现状，赶紧减税。另一方面，美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，中国作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，长期对抗对美国是完全不利的，保持一个合作态度，实际上真的是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是有利于双赢，所以多多少少的在一个特定时期也是有求于中国。但是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美好。中美两国虽然提出了很多口号是非常接近的，比如说美国讲不要对抗要竞争，中国说合作共赢，但是你看口号不管说的如何相似，双方就总谈不拢。说到底呢，双方对另外一方都不可能有信任。在美国看来，你中国崛起就是挑战了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。我们说中国和平崛起，美国是不信的。他说全世界大国，你看历史吧，没有人能够和平崛起，你起来了肯定要挑战我，你肯定有侵略性。中国呢也不会轻易相信美国，因为你看美国在台湾问题的态度，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布局，还有中美会谈期间那种又想寻求合作，但是语气看似平静，态度又很高傲的这种表现，让中国也很难相信你美国没有遏制围堵中国的意图。所以我觉得中美双方的博弈只能是长期的，不是你换一个大使就能够解决问题。即使是最好情况下，也只是通过了某些领域的合作，先逐渐缓和由特朗普点火造成的冲突状态。再怎么好，也就是只能回到2016年以前的水平。伯恩斯呢，如果成为新任大使，他的工作肯定是不简单，毫无疑问会推动一下这种中美之间的合作，并且试图缓和一下中美气氛。但是他毕竟要维护的是美国的利益，人家绝不是来认怂低头的。斗而不破，人家再怎么和气合作也是来竞争的，不破是不破，斗还是前提。
那么我们这边呢也要注意，中国的优势是发展迅速、体制有力，我们是追赶能力强大，但并不意味着现在我们整体上已经追平了美国。我们只是在亚太某些局部区域跟美国构成了军事平衡，可不是全世界范围之内我们能够挑战美国。经济、军事、科技，特别是外交舆论场的争夺能力，美国有很多经验，美国有很多成果，是需要我们花大力量、用很多时间追赶的东西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过早的欢呼胜利，冷静客观，不吹不黑的看自己、看对手，才是大国战略定力的保证。好，关于如何看待美国派遣新的大使到中国就任，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